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吴磊推28大杠，李思彤穿绿 T 恤，董子健当众喊最近很空。这场电影之夜把内娱的遮羞布撕开了一条缝。6月14日晚，上海9棵树未来艺术中心2026微博电影之夜10周年盛典。所有人的目光本来都规矩地落在红毯两侧，直到吴磊推着一辆28大杠自行车走了出来。镶钻黑西装 ，Bulgari 珠宝，肩线利落的像刀裁的，手边却靠着一辆锈迹斑驳的老式自行车。现场快门声顿了半拍，然后疯了一样响起来。吴磊走红毯走到一半还小跑回去推车，那画面被抓拍到的瞬间，热搜吴磊推28大杠走红毯直接炸了。他在采访里说得很干脆，我是来自1970年的中国航天工作者，那个年代28大杠就是标志性产物，不是摆拍，不是蹭怀旧热，是他的芯片群星闪耀时，一部讲70年代航天信号穿越到2035年的科幻片。剧组整体走时空对话的路线，黄渤戴未来感眼镜，高叶戴翅膀道具，他负责把1970年的街头质感推到你面前。同一晚，他拿下年度优秀影人，颁奖嘉宾是管虎。获奖感言里他说会尽最大努力一直去追逐优秀影人这个称号。没有感谢 CCTV 的八股文，没有煽情哽咽，就是一句笃定的少年气的话。这一幕是当晚最漂亮的宣传操作，但真正有意思的不是吴磊有多聪明，而是他照出了同一场盛典里另外几组人截然不同的处境。有人踩着节拍往上走，有人卡在台阶上，有人笑着把自己的遮羞布扯下来了给大家看。王俊凯当晚拿的是年度品质影人。你要知道，这4个字搁在4-5年前没人敢往他身上安。男团出道4个字在内娱的负重能力比背一袋砖还沉。但6月14号那场那个画面确实好，他上台领奖，顺手就把沈腾前一天满场发龙餐馆传单的事接过来，说自己上台忘带传单了，台下的沈腾立马递上去，两人配合着又给芯片白赚了一波露出。他打趣后面还有作品上映再发消息给腾哥，台下笑成一片。这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演技，但他传递的东西很具体，这个舞台上的人不端着，他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。从顶流队长到年度品质影人，他中间走的每一步都被镜头盯着审判过、质疑过、奚落过，但他的口碑曲线一直在缓慢但稳定的上扬。核心原因只有一个，他没试图用话题度掩盖作品缺席，而是把没什么可说的时间拿去拍戏了，等作品出来，话题自己会追上你。但这一晚真正的偷光贼不是任何一个熟面孔，是李思彤。如果你前一天刷到他名字，大概率是在《给安摩的情书》的票房战报里。2004年生，广东揭阳潮汕人，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工程专业大4在读，零科班，零经纪公司背景，被导演蓝红春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条蹲时间跟安摩聊天的日常视频，试镜一句台词当场定下眼线难知。6月14号红毯，别的女星争奇斗艳穿高定彩恨天高，李思彤穿着电影路演的绿色 T 恤，浅蓝牛仔裤，运动鞋就上了，素面朝天，长发随便散着，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乔批纪念徽章。剧组其他人也统一绿 T 恤，手里还提着篮子装潮汕油柑，在10万块的礼服和6位数珠宝中间，这支队伍朴素的像走错片场。他那件绿 T 恤上面印着电影 logo 和一排小字南枝启程，江海万里。这不是我很叛逆所以我穿便装的人设表演，这部片子上映首日排片仅1.6%。
首日票房377万，业内当时预测总票房撑死5000万。然后豆瓣开分 9.0， 一路爬到 9.2， 成了2026年华语片最高分开分之一，口碑从潮汕地区一路烧到全国。上映46天累计票房破17亿，成本才1400万，回本50倍，暂列年度票房亚军。猫眼预测总票房18.04亿，6月18日还要同步登陆港澳和东南亚。也就是说，那件绿 T 恤已经被观众一张票投成了，比任何高定都硬的铠甲。李思彤走完红毯坐回剧组那排折叠椅上，还在跟导演对着手机算明天地22站路演的场次。背包上贴着导师批注的便利贴，屏保还是导师发的论文格式要求截图。他拿的是年度青云突破演员。这个奖以前多半给有资历的人垫台阶，但这次给了一个连经纪人都没签的大学生。跟这些踩准了节拍的人隔一条走廊，高叶当晚的状态就有点微妙了。一袭黑色礼裙，蝴蝶元素的亮眼设计，红毯上确实吸睛，但合影环节出问题了。礼服的廓形太大，蝴蝶装饰往外扩，他转身发言的时候翅膀边不停扫到旁边站着的人，只能一边说一边连连道歉。这画面单独剪出来是个可爱的花絮，但如果放回整场盛典的存在感逻辑里看，高叶的问题不在造型，在定位。他拿的是年度实力演员，这个奖级别不低，可那场采访内容被草草带过，镜头切走的速度比他获奖感言还快。几年前他凭大嫂在狂飙里炸出圈，从电视剧赛道顺势进电影圈，按理说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。但影视行业的圈层折算率很现实，电视剧造神的能量进入电影圈会被重新计价。第20条让更多人认识了他的能力，可大器晚成的叙事一旦定型，行业给你的标签就卡在那。大家觉得你应该怎样，却不太确定把你放进哪张牌桌。高叶当晚不是没存在感，是他的存在感被锁在了红毯造型好看这一个格子里。盛典的核心叙事，那些真正决定你在电影圈排位的镜头，没怎么给到他。比高叶更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是刘昊然，他拿的是年度瞩目演员，听起来不小，但搁在他自己的履历旁边一摆，分量就有落差感了。唐探系列累计破100亿票房，95后男演员里他曾经是实际天花板，一线位置坐得稳稳的。可6月14号那场，他的座位不在核心区，粉丝在场下拍到的画面里，他跟文琪一起领奖时开玩笑说了句找我工作，谢谢。这3个字从一个曾经戏约不断的顶级资源咖嘴里说出来，现场笑完，社交媒体上沉默的人比笑的人多，因为他说的不是段子。今年年初上映的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，正是董子健导演的那部，刘昊然是主演之一，搭档樱桃、韩浩林。这片子在2024年10月入围了第3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拿了最佳艺术贡献奖，影展层面的认可度不低。但2026年1月17日内地正式上映后，首周末票房不到600万，最终总票房卡在1500多万。刘昊然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一部真正由他扛票房的单人代表作里了。唐探的国民度还在，可国民度不等于我想买票看他的下一部。两者之间的裂缝，就是他站在台上那句玩笑话底下藏着的真实地形。说到我的朋友安德烈，就必须说到董子健。当晚他和吴磊、白雪一同上台领年度优秀影人奖杯递过来，导播切灯光，所有人等着听标准感谢词。董子健开口却是另一套逻辑。安德烈已经变成了我短暂且美好的回忆，人还是要向前走。
所以在这里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，我还是演员董子健，最近很空。双引号。台下先是愣了半秒，然后笑声和掌声一起炸开来。热搜词“我是演员董子健”最近很空，几小时内阅读量冲破2200万。这话为什么杀伤力这么大？内娱有个默认的遮羞布规矩，你可以空档500天没进组，但你不能说我没工作的说在沉淀挑剧本学新东西。董子健直接把那层纸撕了，而且撕得不狼狈，他不是在哭穷卖惨，他是把一件事摊平讲。导演这张暂告一段落，演员这条线开着，档期开放，你来约。我的朋友安德烈耗了他7年，自编自导，请了雷佳音、樱桃一众实力派，去东京拿了奖，回来内地市场给了他一个冰冷的数字，总票房不到1600万。文艺片，东北叙事，非线性结构，天然窄重，这不是什么耻辱，但这就是结果。他上一部杀青的戏已经超过500天没有新组进，2025年全年只有一部剧播出，2026年至今没有新戏开机，所以那句最近很空不是自嘲，是一个清醒的人在用一个不该出现在颁奖台上的诚实，把导演光环和演员空窗之间的温差赤裸裸摊在所有人面前看。而这一晚最复杂的掌声给的是杨紫琼，首位华人奥斯卡影后，柏林终身成就奖得主，官方给足牌面，红毯单独出场。内场第一排专门安排了致敬环节，现场播了他从业回顾短片。短片播完，他眼眶红了，哽咽着说了一句：“我太久没有回来中国了，这是我回中国的第一部电影《魔方小姐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”双引号。一部分人觉得这段致敬理所应当，另一部分人揪住的是马来西亚国籍和回中国这个表述。你马来西亚人说什么回中国，年纪大了回来捞金，这些声音未必占主流，但他们足够尖锐，足够快，足够把好好的致敬现场变成身份政治的角力场。类似的争议从他拿奥斯卡那天就没彻底消停过。每一次他以华人骄傲的身份出现在内娱舞台上，都会触发同一套拧巴的情绪链条。自豪是真的，警惕也是真的，两种感情拧在一起，出来的表情就既不是欢迎也不是拒绝，而是一种持续的、不肯松口的审视。他站在那里，身上挂着奥斯卡的光，脚下踩的是内娱舆论场最敏感的那几块地砖。散场的时候，有站外围的粉丝注意到一个很小的画面，别的明星进内场换衣服、补妆，团队围着转，李思彤就坐在剧组那一排折叠椅上，绿 T 恤领口那枚乔批徽章，在灯光下反了一点同色。他低头回导师微信问参考文献格式对不对，而不远处休息区，董子健靠在墙边，手机屏幕上还亮着经纪人的未读消息。最近很空4个字已经从热搜词条变成了他锁屏通知栏上方一行灰字。